5月12号，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宣布，准备推出 GPU 算力期货。以后 H100、B200这些 GPU 不只是今天租1个小时多少钱，半年以后、1年以后，甚至更远的租金，也可能被放到正规的期货市场里交易。目前这个产品还没有正式上市，按照 CME 的计划，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还要等待监管审核。但现在先别急着说期货，有个最基础的问题：一张 H100今天到底值多少钱？Silicon Data 7月28号的数据里，同样是 H100，一类市场的标准化租金大约每小时2.76美元，另外一类却能到7.18美元，一边2块多，一边7块多，而且你租8张和租2000张价格不一样，租几个小时和直接签1年也不一样，机器怎么配，有没有高速互联，数据中心在哪儿，最后都会影响报价。连今天的租金都能差成这样，那3年以后的期货到底按照什么价格交易？为了搞明白这件事，我把背后的交易机制仔细捋了一遍。大家好，这里是小屋财经，今天就由我带大家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算力期货，以及 AI 算力定价背后的秘密。先把今天的价格搞清楚。Silicon Data 现在做的事情可以想象成统计酒店房价，同样写着5星级酒店，有普通房，有套房，有人周二入住，有人圣诞节入住，有人只住1天，有家公司一次包200间。你当然不能把网上搜到的10个价格加起来除以10，就说纽约5星级酒店今天统一值多少钱。GPU 也是一样 ，Silicon Data 先把不同市场里的 GPU 租赁报价收进来，再把影响最大的条件尽量拉到同一个标准。机器规格不同，调整；合同期限不同，调整；集群大小和互联方式不同，调整；地区不同也调整。明显异常的报价再过滤掉，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卖的是尽可能相同的1小时 H100算力，今天市场大概愿意付多少钱？最后得到的就是 GPU 租金指数，单位很简单，美元每张 GPU 每小时。而且 Silicon Data 没有把所有 H100硬塞进一个价格里 ，AWS、Azure、Google Cloud 这种大型综合云平台单独算。CoreWeave 这一类主要围着 GPU 算力做生意的专业云平台又单独算，因为虽然两边都写着 H100，但一个卖的是整套企业云服务，一个更接近专业算力租赁，本来就不是同一种商品。所以开头那2个价格，一边2块多，一边7块多，不是谁算错了，是2个市场本来就不一样。现在第一把尺子终于有了，今天的 H100多少钱？接下来就更麻烦了，半年以后呢？1年以后呢？假设一家 AI 公司今天准备签3年 GPU 合同，云厂商告诉他3年都按3美元1个小时，他怎么知道这个价格贵不贵？总不能双方坐在会议室里互相拍脑袋。这里就出现了第2样东西 ，GPU Forward Curve， 也就是 GPU 远期价格曲线。名字比较金融，我用几个数字解释。为了方便，先不管利息这些细节。假设现在签6个月 H100合同，平均每小时2.6美元，但是一次签12个月，平均只要2.4美元。那后面6个月到底多少钱？整个12个月，2.4乘12等于28.8。前6个月2.6乘6已经占了15.6，剩下13.2，除以6就是2.2。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人在市场上直接挂一块牌子，明年 H100 2块2，但是今天不同期限的真实合同已经把对未来价格的判断藏在里面了。把这些期限一层一层拆出来，就得到所谓的 forward rate。Silicon Data 现在已经把 A100、H100、B200 的期限结构做到最长36个月。再看真实数据，7月19号 ，B200 现货大约5.62美元1个小时，36个月的长期价格大约5.17美元。H100 从2.72降到2.38，A100 从1.65降到1.40。3种卡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点，越往后价格越低。而且卡越老，折价越明显。市场现在表达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未来还会有更多 GPU 上线，也会有更新一代的芯片出来，所以3年以后1小时 H100 大概率不会像今天这么贵。这里我插一句，大家过去看 GPU 折旧有一个很自然的思维惯性，新卡出来旧卡往下掉，再过一代旧卡继续往下掉，这个方向当然没错。但真正决定一张数据中心 GPU 值多少钱的，并不是它还算不算旗舰，而是它还能干什么活。干这些活还有没有人愿意付钱 ？GPU 更像一个车队，新车到了以后，最快、最贵、最赶时间的活肯定先给新车，老车不会因此第2天报废，它开始往别的任务上推。最前沿的大模型训练可能从 A100 转到 H100， 再转到 B200 Ruby。但推理、微调、批量处理或者那些性能要求没那么高、对价格更敏感的任务，完全可以继续跑在老卡上。所以新一代 GPU 出来以后，老 GPU 不是简单的没用了，真正发生的是任务在分层，新卡去做最贵的工作，老卡开始用更低的价格接次一级的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2020年的 A100到今天依然有真实租赁市场。所以讨论 GPU 折旧，真正该争的根本不是5年以后还有没有价值。当然有，真正影响几十亿美元数据中心估值的是另外2个问题：5年以后还有多少任务愿意用它？这些任务愿意付多少钱？这2个数差一点，今天整个资产估值可能就差很多。以前这件事基本就是多头做一个 Excel， 空头再做一个 Excel。你说3年以后 H100还能2美元，我说只剩1美元，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市场准备真的开始给它报价格，这才轮到 CME。现货指数解决的是今天多少钱？远期曲线把未来不同期限的价格拆出来，但现在大量长期 GPU 合同还是公司跟公司自己谈。CME 准备做的是把这里面的价格风险抽出来，做成标准化的期货。那算力期货到底怎么交易？这里可以看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市场，运费。假设你3个月以后确定要从亚洲往美国运货，现在运费3000美元，你怕3个月以后涨到6000，航运市场早就可以提前交易未来运费。但3个月以后真正发货的时候，你还是自己找船公司订仓装货。金融市场不会因为你买了运费合约就派一艘船来接你，它只处理价格。未来真实运费涨了，你在现实里多付钱，但是衍生品这边赚钱。未来运费跌了，反过来结算，实际运输归实际运输，价格风险归金融市场。算力期货差不多也是这个逻辑。以后 AI 公司真正需要 H100，还是去云平台租，期货只负责一件事，把未来租金涨跌的风险单独拿出来交易。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算一笔账，一家 AI 公司3个月以后需要5万张 H100，连续跑90天。假设租金每小时只涨1美元，5万张乘24小时再乘90天，多出来1.08亿美元。所以 AI 公司怕租金涨，它可以买期货锁未来成本。另外一边，手里已经有大量 GPU 的算力公司，最怕的是租金跌，它就可以站到另外一边，保护自己的未来租金收入。一个怕涨，一个怕跌，正好碰到一起。但如果事情只到这里，算力期货其实也就是一个新的套保工具，没那么值得讲。真正关键的是后面，一批 GPU 未来3年的租金，一旦开始有公开价格，银行看它的方式也会跟着变。比如 CoreWeave 今年5月又完成了一笔31亿美元的 GPU 基础设施融资。这类融资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想成银行贷款给你买一栋出租楼。银行不只看楼今天值多少钱，它要算未来租金，要算空置率，要算5年以后资产还值多少钱。GPU 比房子还麻烦，因为房子不会每1-2年发布一个性能翻倍的新版本，所以银行贷款给一座 GPU 数据中心，其中一个最难填的数字就是这批 GPU 几年以后到底还能收多少租金。以前怎么办？自己估。现在 H100租2块多，我假设3年以后还有1块8，只要这个数字换成1块2，整个贷款模型可能就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 Silicon Data 现在的 Forward Curve 已经不只是给 AI 公司看租金，它直接把用途写到了 GPU 抵押贷款、掉期、结构化产品，甚至参数化保险，这就开始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一批 GPU 原来首先是一批服务器设备，后来它变成一批可以出租、持续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如果以后未来租金也越来越容易估，价格风险还能被对冲，那银行会更愿意给这种资产融资，保险公司也更容易给它设计产品，更多资金就可以进入数据中心，这当然是好事，融资更容易，更多 GPU 上线，算力供给增加，成本下降 ，AI 公司可以做更多训练、更多推理、更多应用。但金融市场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它最擅长解决风险，有时候也最擅长让人忘记风险还在。2000年代，美国房地产就走过一次非常极端的版本。房贷原来很简单，银行借给一个家庭一笔钱，自己慢慢收30年。后来房贷可以被打包成 MBS， 再切成各种金融产品，卖给更多投资者。这套东西一开始解决的全是好问题，银行不用把一笔贷款一直压在自己账上，资金来源更多，风险可以分散，房贷也更容易获得。可等这套机器越转越快以后，逻辑慢慢变了。既然风险可以卖，既然模型可以算，既然最后还有别人接，那是不是可以再多做一点贷款，再多加一点杠杆？最后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切得足够碎以后，看起来没那么可怕了。钱越来越容易进房地产，房价上涨，房价越涨，抵押物看起来又越安全，然后钱继续进，最后变成一个自己推着自己往上走的循环。GPU 会不会走到2008年那一步？现在当然不是一回事。但这里面有一个逻辑非常值得警惕，风险更容易交易，不等于风险变小了。有时候正因为风险看起来更容易处理，大家反而敢借更多钱。所以如果未来 GPU 真的有指数、有期货、有保险、有更标准化的融资，AI 数据中心很可能先迎来一个好消息，钱更容易拿了。
原来100亿美元的项目可能敢做到150亿，原来不敢放的贷款，银行开始愿意做，建设速度继续加快。所以说到这里，我对算力期货短期最大的判断其实很明确。如果这个市场真的做起来，第一件发生的事大概率不是戳破 AI 泡沫，而是先给 AI 基础设施加一脚油门。因为今天整个行业还在扩张，只要未来现金流更容易计算，风险能被部分对冲，资本天然会更愿意进来。可问题也就在这里，金融市场不只给多头提供融资，它还会给空头提供武器。2017年的比特币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当年比特币一路从几千美元冲到接近2万美元，期货出来以前看好它很简单，直接买。但你觉得它太贵了呢？当时想大规模做空其实很麻烦。CME 比特币期货出来以后，情况变了，悲观的人第一次可以非常直接的拿钱压价格下跌。巧的是 ，CME 比特币期货正式交易的时间刚好就在那轮比特币大顶部附近。旧金山联储后来专门研究过这件事，他们认为期货出现以后，原本很难进入市场表达观点的悲观投资者终于可以进来，这可能是结束此前单边上涨的原因之一。注意，不是说期货一上市，比特币就一定被它打崩。重点是，以前市场主要能听见乐观者的声音，后来悲观者也能拿钱说话了。放到 GPU 上更有意思。假设你今天认为 AI 数据中心就是建太多了 ，H100 3年以后根本不值2美元。B200 2年以后也会严重过剩。你现在怎么压这件事？做空英伟达，可英伟达可能继续卖下一代 GPU， 做空 CoreWeave， 可 CoreWeave 可能还有长期客户合同。你真正想做空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2028年的 H100租金。以前几乎没有一个标准市场给你这么干，以后可能有。所以同一套市场很可能先后做2件完全相反的事。第一阶段，价格更透明，风险更容易算，融资更容易，更多资金进入数据中心，更多 GPU 上线 ，AI 继续加速。但是等这些 GPU 真的建出来以后，第二阶段开始了，老卡和新卡一起抢任务，供应越来越多。这时候远期市场会开始替所有人回答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你今天花几十亿美元买回来的算力，3年以后到底还有多少人愿意付高价使用？如果答案还是很多，租金稳得住，前面的资本开支可能真的被 AI 需求吃掉。但如果有一天出现另外一种画面，微软还在宣布巨额 Capex， 英伟达订单还是很好，新数据中心一个接一个融资，可是 H100、B200 2-3年后的远期租金已经开始连续往下走，那就不能只看眼前的 GPU 还卖不卖得出去，因为远期市场可能已经提前告诉你算力开始见多了。所以说到最后，我觉得算力期货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根本不是以后大家能不能炒 H100，它可能会给 AI 行业装上2套方向完全相反的发动机，一套往前推，价格透明，风险可控，资金进入 ，GPU 增加，算力下降 ，AI 应用继续扩大，然后产生更多需求。另外一套则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反过来，数据中心越建越多，未来租金开始下降，资产估值下去，银行收紧贷款，新项目融不到钱。原来往上的循环突然开始往下转，所以算力期货最后会让 AI 发展得更快，还是让 AI 泡沫变得更大？我的判断是，前者大概率先来，后者会不会来，就看未来真正的 AI 需求能不能追上今天正在建设的算力。而算力期货如果真的形成流动性，很可能会成为最早告诉我们答案的地方之一，因为资本开支告诉你的是公司今天准备花多少钱，订单告诉你的是现在大家还在买多少 GPU。但3年后的算力价格告诉你的是另一件事，市场愿意为今天这些几百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在未来真正创造出来的算力付多少钱？到最后真正要看的可能就是这一场比赛，是 AI 创造出来的新需求先把这些 GPU 全部吃掉，还是远期价格先告诉大家卡已经见多了？